2050年，全球人口将接近100亿。如何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100亿人口，将是人类文明存亡的关键。提起农业，我们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然而，生产更多的粮食，同时意味着这个、以及消耗更多能源造成的气候变迁。在空间与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如何发挥智慧，解决食物、废弃物、能源的多重困境，刻不容缓。在台湾这个太平洋的岛屿上，人口密度高居不下，但天然资源十分有限，可说是测试解决方案的完美实验室。一群最顶尖的科学家打算翻转这逐渐失衡的生态天平。台湾之前废水是以废水处理的角度来看，不是以产能源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畜牧废弃物可以做变成我们的生质能源，就做沼气发电。我们的技术所产生出来的产氢速率呢，是世界上最快的。利用农业废弃物作为原料，台湾的科学家打造全球第一座生殖氢烷气发电站，一石二鸟，解决垃圾与能源的难题。他们将点亮世界的绿金未来。We teach people about how the products are produced. People think food is so easy to produce until they try it themselves. 在小学的时候，人家问说你的梦想志向是什么？我第一个选项是渔夫。老师说：“哎，你功课不错，要当渔夫。”那我是说，那农夫怎么样 ？What we're trying to do here is actually showing people that food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我是云林的一个农家的子弟，大学考上了中兴大学畜牧系。在40年前，念畜牧系是被当笑话的，包括我妈妈，因为自己的自己饲遮久，那我说要去读大学。虽然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看好，吴昆明毕业后成立了以动物营养品为主业的祥普实业，而美日名校毕业的儿子吴继恒选择加入父亲，担任祥普的营运长。父子两人对于农业充满理想。只要有人类的那一天，就有食物的需求。尤其是农业，跟食物息息相关，要尊重农业，你的食物安全就得到相对的解决。所以从2012年，我决定要自己购入农场，因为你不去实做，没有人会相信你想传递的价值是什么。2012年，祥普实业买下了位于中台湾南投县的新核心牧场，从制造业跨足养殖业。吴氏父子没有想到的是，这座不到2000头猪的小型养猪场，会带他们走上农业革新的路。以前我们自己当业务去拜访养猪的客户，他本身不会跟你讲他的问题，譬如说像被邻居抗议啊、臭味啊、污水这些问题。这类似大家都是养猪的朋友，他就比较愿意讲。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是一直没办法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新核心牧场是我去筹备协助把它买下来的，整个建制跟管理都是我在负责。然而，在这里工作的林阳山有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烦恼。我们那个污水池是露天的，然后污水处理设备也是很传统的，有一些味道会溢散出来。因为我们已经选到很市区外面了，旁边住家其实不多了，困扰就是味道很不容易控制。之前我们有请工研院做水处理的公司来评估过，他说因为我们猪太少了，没办法满足那个发电机的沼气量。全台湾超过7000家养猪场中，饲养5000头猪只以上的养猪场不到2个百分比，超过70%猪只每天排放高达2万吨的猪粪尿废水，无法有效处理，一直是各地环保单位的心腹大患。
像新核心这种饲养不到2000头的小型猪场来说，现有沼气发电技术的瓶颈让问题更为棘手。但情况若无法改善，牧场将可能面临停业的命运。林阳山一筹莫展之际，他不知道在不到50公里外的地方，就有领先全球的技术，或许能解决他的难题。这是逢甲大学绿能中心，这座面积不大的实验室是全球研究生物产氢技术的重镇。2006年的时候，我们发表了一个生物产氢的一个速率，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都还是世界第一的一个产氢速率。这个世界第一的成果来自一个美丽的意外。一开始我们在做的实验里面，主要是要产出甲烷气，但是在实验的时候，常常发生甲烷气不足，反而氢气比较多。原本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失败的实验。但是把我们产出的氢气和甲烷气直接混合之后去燃烧，就可以提升25%发电机的效率。所以技术开发就从早期的甲烷为主，变成产氢。逢甲团队将这项技术命名为 HyMeTech， 集产氢气 Hydrogen 与甲烷气 Methane 的技术。有了初步的成功，他们开始寻找商业化的可能。如何把实验室的东西变成商业化可以用的？它必须经过一个放大的过程，就要让人家相信你的技术可行，一定要有第一座商业化的工厂。现阶段来讲，全世界把氢烷气这样的一个技术商业化的还没有，有之千里马也要遇到伯乐哈。在有一次屏东的一个演讲的场合啊，遇到了一位董书林董先生哦，他是做沼气发电机的。他的技术也放在了某个养猪场里面去做发电这样子啊，那我就说，我们两个如果结合的话，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整合啊。可以让你回灌，那你要去跟农民去。那我发现逢甲大学朱老师他们绿能中心是这个沼气发电，他们有一个2阶段的产气技术，而且它有很多实验的数据，我觉得这一点刚好符合我的需求。那我的发电设备刚好提供了它一个非常好的效率的出口端的验证，那我们就一拍即合啊，我们就开始想到猪粪尿在台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废水哈，产生的臭气民众也比较难接受，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应用在猪粪尿的处理，然后还可以产生能源？半导体背景出身的董书林，本着工程师追根究底的精神，投入大半年的时间研究逢甲大学的2阶段生殖氢烷气技术。当我看完朱老师的技术，我就想要来使用跟推展这个技术。然后当时也去找了好几家很大型的猪场，他们也质疑我们说，你这个本土的怎么能够跟国外来相比啊？研究单位技术开发的过程当中，很多业界是不太相信的。那业界不太相信的时候，谁会愿意出钱啊？所以我当时的有个计划，就是我要找1000头猪的小猪场，希望一个最小的模组化，把实验事情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一个猪场里面。当时朱正勇与董书林还不知道，第一个可能的买家已经悄悄浮现。在桌上看到 DM， 我就打电话问他，他说：这样的投诉，他跟逢甲大学有 HyMeTech 的技术，那个量刚好满足他一台25 kW 的发电机的量，那刚好就这样联系上了。以新核心牧场来讲，它1500头猪，如果透过我们可以到达2倍300立方米的气以上，甚至于更多的话，一天24小时满载运行，它这个效益会非常大。董书林嘴上说的漂亮，但林阳山对于这个台湾自行研发、没有商转案例的沼气发电技术，还是充满疑虑。像政府在20年前，它有推过沼气发电，而且甚至有补助发电机，一直都没有成功。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为什么台湾20-30年前所谓的3段式污水处理会失败？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那时候的3段式废水处理是以废水处理的角度来看，不是以产能源的角度来看。第二个，他们采用的发电机是拼凑的，那以这样来整合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其实我们在欧洲参访很多了，日本也看过，然后但最终这些技术要导入，你还是要接地气啊，而且我们是最了解地方的人。农业科技化是必然的。那我觉得那个发电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那我的目的就是我先做一个表示可行的，如果大家观望，就永远没有人要做。所以我们祥普公司就来做这个pioneer。公司吴董愿意支持这样的方式来做，我们也愿意投入经费，希望说可以成功，然后再推广给其他农民朋友。祥普愿意担任先锋，让台湾原地踏步了10年的自主研发生质沼气发电露出一道曙光。一个老板不怕花钱，第二个董先生他把发电机可以卖出去，逢甲大学也有机会把这个技术去做实际的衍生，所以3个臭皮匠凑合起来了，就变成说在新核心这个场域有机会把逢甲大学这样一个世界第一的技术啊，能够来发展。千里马终于找到了他的伯乐，这个已经琢磨10余载的顶尖技术，真的能够踏出实验室，在现实世界中大显身手吗？全球农业正面临空前的挑战，一方面必须增加产能，以赶上不断成长的人口；一方面必须顾及环境的保护与永续。台湾逢甲大学绿能中心的生质能团队花了10年的时间，才找到第一个愿意投资商转的业主，让养猪废水得到再生的机会。然而，他们必须先证明这项技术能走出实验室，走入养猪场。我本身的技术背景是反应器设计，主要就是在做放大这件事情。如何把实验室的技术变成可以商转的一个技术，这个就是一个放大的过程。实际上它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像学校的技术常常会让一般人觉得说，那个就是理论的嘛，实验室小规模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要放到大规模，或是像猪场这样的工作来，会有困难。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一般都是从单纯进料开始到复杂进料，所以料源来源越复杂，技术的层次就越高。相较于逢甲团队先前以含糖废水作为料源，猪粪尿的成分复杂得多，所有的参数都必须重新测试与验证。所幸朱正勇知道有一位生质沼气的专家能够帮得上忙。李院长，早，可以直接从其他的养猪场那边去拿菌过来啊。逢甲的技术叫做 HiMiTech， 我们的技术所产生出来的这个产氢速率呢，是世界上最快的。林秋玉是逢甲大学绿色能源中心的主任，也是 HiMiTech 2阶段生质氢烷气技术最初的研究计划主持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抓到了这个正确的优势的产氢菌。2阶段指的就是说，产了氢以后再产甲烷，这2个加起来就是燃烧效率更好的氢烷气。像这个也是，这里面你把它放大的话，这个通通是一堆的。效率比较好的产氢的细菌呢，是叫做梭状芽孢杆菌。最好的来源就是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因为呢里面细菌的种类非常的多元。逢甲的团队踏遍了中台湾，终于在台中找到产氢效果最好的细菌。将污水样本带回实验室后，还需要经过筛选的手续，才能挑出最优质的菌株。梭状芽孢杆菌来讲，它在环境不好的时候，芽孢会产生出来。我们呢就利用这样的特性，把它放到95度C 里面呢去间接的加热30分钟。所以经过这样热筛的结果之后呢，我们得到产氢效果很好的梭状芽孢杆菌。这个打出来呢是气体的组成分。那第一个 pig 呢就是氢气，第3个 pig 呢这个就是甲烷气。但这个产氢效果最好的菌种，是否能处理新核心牧场的猪粪尿废水？那如果像猪粪牛粪不是很好的产氢产甲烷的原料，里面的成分呢就相对的复杂。对于复杂的料源，
要让细菌能够在一个反应槽里面停留很长，它的分解的效果就会比较完整。现任逢甲大学工程与科学学院院长吴时乙，便是在将细菌固定化的需求下加入研究团队。1998年的时候啊，林院长说，它可以生物产氢产到50%，我们大家都觉得吓一跳，这么好，因为我过去用气化得到了氢气顶多大概10几%，它的50%，我就觉得这个太神奇了。专长是化学反应工程的吴时乙，从此一头栽进生物产氢的世界。他的首要之务就是想办法让细菌留在反应槽内，把微生物保留最大的量在你的反应器里面，让它菌数越多，产氢效果就会越好。但是微生物通常很小，就是像悬浮这样，好像很容易就被洗出去了。所以就想说把细菌固定化在这个载体上。很多人质疑说，你把细菌都包起来，那怎么吃到养分？那细菌不就死翘翘了吗？在固定化的载体里面啊，好像细菌住在房子里面，然后让它可以繁殖，所以它不会死掉。利用菌种孢子化的特性，将菌种与活性炭搅拌混合后，送进烤箱烘干。干燥的过程中，微生物基本上已经孢子化，那跟活性炭等于混合在一起。跟海藻酸钠混在一起的时候，再把它搅匀，就可以做成颗粒。你的营养原料够，这个细菌繁衍得很快，菌群就会聚集成一个颗粒球。那这个颗粒球越大越多，产氢效果就会越好。所以就是每小时每升的反应器可以产15公升的纯的氢气。全世界目前讲生物制氢，我们这个团队大概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了。有了全世界最顶尖的数据作为靠山，朱正勇必须用自己的专长向祥普实业的团队证明，技术放大到商业化应用，同样能有亮眼的表现。他决定先盖一座小型模厂，来测试技术的可行性。就在此时，一个来自远方的邀约，提供逢甲团队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Producing electricity comes from biomass. It's very good solution for us. 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美纳多市希望能借助逢甲大学的技术，提供当地居民稳定的电力。朱正勇看到了将 HiMeTech 技术放到现实生活中验证的机会，但首先他得先找到哪些农业废弃物能作为料源。2006年，逢甲大学绿色能源中心发表了全球产氢速率第1的生殖氢烷气技术，但研发团队一直苦于无商转的机会。2016年，台湾的祥普实业决心采用这个技术改建南投牧场的污水处理池。这项顶尖技术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改建工程正式开始。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放大，挑战重重。新核心牧场先天条件不良，让这个工程更为棘手。我们在新核心建造的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穿着衣服改衣服。我们必须先做一道临时性的废水处理设施，让它正常的运行，然后来修改旧的。今天是3月31之后4个月啊！我跟环保局讲，我3月30要做好了，那不是就有问题了？清这个污泥清太久了，清掉以后才发现，我原来预设它有底板的，结果它没有，所以就要把底泥全部挖除，再重新做钢筋，再铺底板。新核心牧场改建工程因场地挑战牛步进行之际，朱正勇的放大计划有了突破性的进展。When Professor Chu introduced about the HiMeTech for producing electricity comes from biomass, it's very good solution for us. Henriette Jacoba Roro 是印尼北苏拉威西省永续发展部门的顾问。该省的省会美纳多市是一个海港城市，人口超过40万人。2014年时，美纳多市因气候变迁效应引发洪水，断水断电屡见不鲜，市民生活品质大受影响。
Because there are very big flood in Manado City at 2014, so plenty of people, they have to relocate. They need to have houses and then they need to have electricity. 阿尼是美纳多市低洼地区的气候难民之一。Nanay, baku cari anak kan, anak belum kawin masih. Baku cari no, baku cari dorang lah. Maksudnya anak terlalu air basah, dorang lari ke sana, uni di sana. Baku cari anak, no bakal mari ampa-ampa. Tarik semua, saya menghindar di atas gunung. Pada orang sana sama di atas gunung. Baru barang-barang, supaya tuh bilang biar kalau mau tatono. Selamatkan itu diri itu. Sekarang mau selamatkan barang, kamu tahil. Sedangkan barang-barang sini hanya semua bahan rumah. Sampai pasir, semen tatono semua di dalam. Nggak ada apa angka. Jadi rupa susah-susah, mereka memang dapat pindah. Sejalan terbaik mungkin itu toh. 该省官员不断地在国际间奔走，希望能找到更环保永续的解决方法。就在2017年 ，Jacoba 找到追寻多年的答案。In Indonesia, we have plenty of biomass from agriculture, plenty of resources of renewable energy. 农业废弃物对于印尼美纳多而言都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菌种的来源、机子的来源，还有是不是有一个足够能力可以操作的人员。印尼美纳多的援助案提供朱正勇一个理想的测试场域。当冯甲团队在台湾打造适用美纳多市的发电站时，位于3000公里外的美纳多市白兰村，虔诚的信徒正在协力建造村中的第一座教堂。土生土长于美纳多的 Oni 也是其中一员。Kalau buat saya itu untuk membantu masyarakat sekarang ini karena lokasinya masyarakat ini karena untuk perkembangan lingkungan ini sudah dikatakan terlambat。不久，教堂即将落成，但教会牧师达悟心中有个悬而未决的困扰，他不断地向上帝祈祷。Benar sekali, ini listrik yang ada di gereja ini belum permanen, ya. Jadi kami masih menarik listrik dari rumah pastori, dari pastori. Itu kami sementara beribadah, ada kegiatan gereja, ada kegiatan ibadah, ada minggu pagi, ada juga di ibadah pertengahan minggu。美纳多市的基础建设并不完备，长年以来电力供给一直很不稳定。Seringnya lampu di tempat sini, di lokasi sini, seringnya dalam sebulan itu seringnya mati 3 hari, 4 hari. Tapi DP lama itu paling tinggi 1 hari, ada kalanya 1 malam dia mati lampu。停电带来的不便不仅限于无法使用家用电器，更深入影响日常生活各层面。Jadi masyarakat butuh itu karena air itu kan pakai strom. Kalau dia membutuhkan air pakai strom, kalau dia mati lampu, di saat mati lampu susah sekali juga mau diambil air karena tidak ada listrik di saat mati lampu。他与其他村民都希望来自台湾的移动式发电站能解决教堂经常断电的窘境，让村民能安心聚会祈祷。当教堂的建造进入尾声之际，朱正勇与团队也在全力赶工。今天这个设备的话，主要是模厂的设计还有组装。这里面有一个产青槽，产青槽结束之后进入甲烷槽。产青菌跟产甲烷菌它所在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技术就是把这2个菌分开，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可以产出最大的产气率啊。在实验室里测试了10多年的技术，即将跨海前往印尼，提供当地居民可靠的电力来源。那希望这个槽体测试出最佳的一个状况，再把这样的数据在新核心这样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牧场做验证。然而，需要验证的不仅仅是产气率的数据而已。从实验室到模厂，从模厂到新核心牧场污水处理厂，放大的过程处处是挑战，远远超过合作团队的想象。逢甲大学那边的构想，2阶段式的2个原槽的方式，青槽跟甲烷槽的方式来做这样的建设，
可是中间的一些机电啊、管路啊，还有包括里面搅拌的作用啊、保温的系统啊，这个都不知道，只有一个初步概念的设计图。除了氢气槽、甲烷槽与发电机外，新核心牧场生殖氢烷气系统的设计，处理过的废水可以达到放流水的标准。最大的挑战就是不同部分的整合，土建、仪表、沼气带、发电机、脱流设备、电力串接，这每一个部分每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要去整合，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哦。新核心牧场原预计1年完工的改建，1年后才进行了一半。因为我这个有时间的压力，所以这个工程进度对我们来讲也是有问题的。逢甲大学团队好不容易得到商转的机会，却面临各种严峻挑战。全球第一座商业化的生殖氢烷气发电站，能顺利完工吗？进献梨、献花，请拜。交给我们的吴董事长。好，吴董事长请回座哈。来，接下来哦。是我们祥普实业国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我们的吴董事长。非常感谢董先生、周博士以及对所有团队，他们用最高的规格帮助台湾的畜牧业走出一条路。接下来是我们逢甲大学的朱正勇朱博士。谢谢吴董事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里来落实我们的一个技术。2017年12月25日，新核心牧场举行上梁典礼。全球第一座2阶段生殖氢烷气技术污水处理厂的主体结构终于完成。这是逢甲大学绿能中心研发团队等待了超过10年的时间才收到的圣诞礼物。刚开始建造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是很苦恼，因为都没有人有实际做过这样的工程。还好董先生他是属于工程背景来的，所以他清楚技术要变成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流程要走。真的是赌上一口气。如果没有一点点冲劲跟洒劲，没办法，因为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高科技业的思维、学术界的研究精神，加上产业界不服输的努力，他们克服新核心牧场废水处理站的改建工程一个又一个的关卡。3000公里外美纳多市白兰村的村民正兴奋地等待着来自台湾的大礼。当发电站终于踏上跨海的运送旅程 ，Jacoba 亲自前往白兰村，告诉教堂牧师这个好消息。Benar sekali, perasaan yang kami rasakan sangat senang sekali, ya sangat bahagia mendengar ada proyek kelistrikan yang masuk di sini dan memang ini merupakan satu jawaban atas doa yang cukup lama. 但首先，他们得找到安置发电站的地点。They just only need a small area. The transmission, the electricity comes from the power plant to the community. 村内的牛只屠宰场确评中选。牛只每天会排出约30公斤的粪便，可以就近提供给反应槽作为料源。The resource of raw material is here. We just need only one: capacity building, training to the local community, how to operate the power plant, and how to maintain it. 欧尼正是这座屠宰场的看守人。Pokoknya tinggal sini itu ada beberapa tetangga dengan masyarakat sini. Dengan sebelum kami tinggal sini, lokasi ini belum jadi begini, belum tidak ada lokasi tempat pemotongan hewan. 多年来，牛只排出的粪便都堆积在路旁等待清运，但恶臭却在村中四散。Baru-baru dikomplain karena masalahnya kan DP penguapan kotoran, macam kotorannya itu dari tai maupun darah. Kan kotoran itu jalur untuk masyarakat, DP uapnya itu bau.
屠宰场附近很容易取到牛粪，那这个废弃物来讲的话，就变成说是他们的垃圾。对于我们的系统来讲，我们可以处理掉他们的废弃物，还可以产生能源。I think we can see the change of people using the source of electricity. The electricity comes from the sustainable electricity. 白兰村已被划定为洪水灾民的迁村地点。面对人口日增，朱正勇发现牛粪不敷使用，他需要其他的进料来源。虽然美纳多市乡间盛产适合发酵的椰子壳及香蕉叶，但收集却十分耗时费力。正当苦恼之际，他们发现解决方案竟然就在眼前。这边的民众在吃香蕉的时候，他做完炸香蕉之后，有很多的一些香蕉的皮的废弃物。这些东西它只要经过酸化，都会产生糖类，就可以来产出氢气和甲烷气。二阶段生殖氢烷气发电站的启用，一石二鸟，解决能源短缺与农业废弃物污染的双重危机。当时设计是10K 瓦，那10K 瓦里面提供的一个用电户数，在这边大概可以到达20户。发电站的电力并未连接市电网，而是直接送达邻近的村庄，适合欠缺基础建设的偏远地区，也能立即疏解紧急状况造成的缺电现象，有效补足电力网络的缺口。I think at the near 5 years, Manado will be changed. 7日后，反应槽已经储存到大量的氢烷气。为迎接通电日的到来，欧尼在教堂进行最后的整修。朱正勇也正在做最后的确认，就等明天一早发电机的正式运转。这个远道而来的发电站是否能顺利运作，为村民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电力？教堂聚集越来越多村民，希望能亲眼见证电力点亮教堂的一瞬间。朱正勇及他的团队来回确认管线都能顺利运作。这附近当然也会有一些被安置的居民，他们也可以把这个设备的经验传承到其他的村庄里面去。非常高兴，我们逢甲大学发展15年的 Hi-MiTek 一个技术，能够从台湾来到了印尼。我们也当然会希望能够再把它能够发展到全世界。正当朱正勇与印尼团队庆祝发电站顺利运行之际，在台湾新核心牧场的改建，却仍有许多困难得一一克服。在这约2个网球场的空间内，要塞入可容纳60吨水体反应槽的污水处理系统，考验着团队的智慧。每一寸土地都必须精心规划。从猪舍排放出的猪粪尿废水，经过初步沉淀，故意不分离，透过密闭的管线进入产氢槽。槽体内的产氢菌将水中的有机物分解后，产出的气体就是氢气。废水接着流入甲烷槽，甲烷菌将剩余的有机物质分解产出甲烷，搜集在槽体顶部的集气膜内。剩余的废水经过出尘池、耗氧池，再到中尘池曝气。此时处理过的废水已达到可以排放的标准。氢气及甲烷经过混合与脱硫后，以管线送达发电机，即可稳定地产出电力。这套系统后端的脱硫设备，正是多年前沼气发电补助案失败的关键。20年前有可能就是没有脱硫，或是这些
人为的保养的关系，让它一直都没有成功。沼气是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混合气体，里面含有二氧化碳、硫化氢与其他成分，其中硫化氢具有高度腐蚀性。未去除硫化氢的沼气会造成机械故障损毁。为了解决脱硫的问题，董书林打造了一个实验场地。来，您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2次脱硫 ，OK， 我们也可以称为氧化铁脱硫。因为要让客户相信啊，我们就是在技术上面，我们必须先放进去很多投资哈。到了近10年左右，大家很清楚知道，氧化铁脱硫它的效果可以到达99%以上。使用氧化铁比较简单，成本比较低，所以适用这个小猪厂。好，朱老师，您看这2个就是使用前跟使用后，前面这个这个就是使用前，那后面这个变得比较黑呢，这就是使用后。其实以后就非常合适，我们在其他小猪场都可以用，500头，台湾猪场都可以用。工期的延误垫高了建造成本，团队必须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预期目标。脱硫的问题有物美价廉的解决方案，但另一个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大的就是我们的主厌氧槽，要做好厌氧发酵有2个条件，一个是温度控制，一个是搅拌。所有的国外的搅拌模式都是以机械式搅拌，台湾没有这种设备跟产品，而且它的机械限制的关系，它会出现死角。除了死角的问题外，动辄数百万的造价不符合经济效益。我就提了一个比较冒险的做法，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沉水马达来做这件事情？它全世界做的最好就在台湾，又很便宜。放到槽里面去，它直接的就抽取了槽底的污泥污水，进行搅拌的动作。那这样子构成我们一个整体完整的一个废水处理系统。好，那我们就这么做。 2018年年中，牧场硬体工程进入尾声，反应槽顶部即将以集气膜封顶。好，可以吊车请起来。那你要把它拿起来啊！你现在压下去就在下面了啊！啊，这个到时候要用掉。稍等，好，稍等，我们先把网子张开来。哎，行好哦，行好，行好，那个绳子。所以他等一下还要再过去一次啊。我们的工程面积不大的一个空间里面，要来争取一些空间来做气体储存，所以才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甲烷槽上面。我们有一个叫做双膜的设计，里面有一个内膜，外面有一个外膜。外膜主要是要能够抗紫外线，能够不让这些里面的内膜会皲裂。内膜主要是要让沼气产生之后，它可以浮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大概有多少的沼气量。全球第一座生质能氢烷气发电站硬体终于顺利完工，林阳山的心情如释重负。有很多扬州的朋友在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参观我们的厂，看我们做的怎么样。我是看到实验室的数据很漂亮，所以总算走到最后一里路了。花了2倍工期、预算超支的状况下完工的新核心牧场发电站，是否能达到预期的运转效率？他们高标准的业主能够满意吗？我们今天可能要注意一些连线上面的问题哦。因为我们的程式设计和现场还没有连接过。今天的主要的一个系统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控制系统的开发，然后要来这边做调整、测试、连接。这个部分要先确认。所以今天全部这个都要确认完。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要让它能够正常运作，有3个主要的一个控制的参数。第一个主要是我们的 pH 值，第2个是我们的温度，第3个是我们的一个搅拌。开发这样控制的系统，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开了。
旧有的设备都是要到现场才能够手动操作嘛。那自动化的话，我可以在手机上或是在网络上，我都可以看到现场的状况，也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下指令。经过2年的工程，全球第一座2阶段生殖氢烷气发电站终于成功运作。朱正勇对于发电站的表现信心满满。我们这边设计的一个发电机的发电量主要是25 kW。如果它现在是全载发电的一个状态，1年可以发电的发电量呢，可以从台电这边得到赌购汇率，大概平均大概95万到100万之间。废弃物可以转换成这个新的产值的价值，不是我们的优先考量。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前提是要解决这些废弃物嘛。所以我们的钱大概要花到2000万左右。所以我们在盖的时候，那是很多人认为祥福这个吴先生是一个脑筋可能有点问题的人。我父亲有点过人之处啊，就是他算投报率的时候都不是很准，因为他说算太准就不会投资。如果你要做创新、做改变，如果你要开始第一步那一步，绝对不是看到那些可以算的价值，一定是那些看不见的价值。我们这样子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它盖好，台湾的主场是可以废水做好、废气改善，可以做沼气化电的。基本上它的整个的期望跟我们一起是一致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满意。这样的一个技术，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所有的研究人员，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劳。最后集大成，就是在我们这个新科系，是非常值得我们感动的。除了翻转台湾早期的农畜牧业，未来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发扬光大到全世界。利用废弃物作为原料，以生质能填补再生能源的关键缺口，打造完备的能源网络。台湾的科学家用热情与坚持，化解了粮食生产与农业废弃物污染的矛盾，不仅为地球注入一股活水，也翻转了台湾传统农业的命运。